想象一下自己的父亲当众对自己母亲说：“江姑娘，我刚才是真心想跟你上床的。”我的天，不好不好不好，杀了我吧！金子轩不明所以，问金陵：“怎么，魏无羡表白是怎么说的？”金陵道：“那个您自己看吧。”金陵实在说不出口啊。画面一转，此刻的魏无羡正值云梦闹市中，他最近常在姑苏，有段时间不曾来过了，街上还是一样的热闹，入耳皆是令人舒服的乡音。他左蹦右跳间，迎面就看到朝他这边来的蓝忘机，他扬手高呼道：“嗨，蓝湛，我在这儿呢，快过来啊！”魏无羡犹自兴奋着，却忘记了此时所处何地。不多时，魏无羡便听到一声呼喊，伴随着呼喊，蓝忘机停下步子，抬头望去，魏无羡也随着抬头，只见亭台楼阁，纱幔飘飘，一个黑衣人姿态慵懒地卧在美人榻上，正是多年前的自己。魏无羡跟随蓝忘机上了楼，他见了当年的自己，可谓是感慨万千啊！好一个肆意张狂的邪气少年！不过如果能回到过去，他想他一定不会再这样锋芒毕露。不过酒虽美，还是比不上你们姑苏的天子笑，真乃酒中绝色。日后有机会，我再去你们姑苏，一定要藏他个10坛8坛的，一口气喝个痛快。魏无羡愕然，我怎么不记得自己说过这句话了？转念一想，重生后第一次回云深不知处，净室里藏的那些酒，是不是因为今日自己的随口一说？魏无羡突然很想抱抱蓝忘机，可此时他却只能眼看着蓝忘机与当年的自己恶语相向后分道扬镳。魏无羡本来是想跟着蓝忘机一起走的，可是却突然感觉到一股莫名的阻力在阻止他。他设法挣脱，可无济于事，只能跟着当年的自己一起回了莲花坞。魏无羡跟江澄聊了几句，便去祠堂找师姐说话去了。没什么事啊，我就进来打个滚。话音刚落，魏无羡真的在地上打了个滚。与此同时，虚幻的魏无羡也一屁股坐在地上。羡，你几岁了？一虚一实的两个魏无羡异口同声道：“3岁了。”一样的音色重叠在一起，传进结界中。江厌离一瞬间红了眼眶。魏无羡神色郁郁，不可否认，他想师姐了，很想。没有，我不会喜欢任何人的，至少不要太喜欢一个人，这不是自己往自己脖子上套李栓浆吗？我当年到底说了多少打脸的话？直到看到自己与江澄为了一碗莲藕排骨汤又打起来的时候，魏无羡心情才稍许放晴些。蓝忘机在结界中看了良久，突然站起身来，走到江厌离旁边。周围人都有些惊讶，不知此举何故，纷纷竖起耳朵听。只听蓝忘机颇为谦逊地道：“江姑娘，在下有个问题想请问江姑娘。”江厌离微微有些愕然，但还是微笑道：“蓝二公子不必客气，什么问题？”蓝忘机道：“可否将莲藕排骨汤的做法传授于我？”江厌离笑着问：“蓝二公子，你问这个做什么？”像是想起了某个人，蓝忘机眸中泛起一片涟漪。魏婴喜欢。周围听到的人皆像看怪物一样的看着他。冷若冰霜，不食人间烟火的蓝忘机，还要下厨？然后在众人惊愕的目光中，江厌离与韩光君就着莲藕排骨汤讨论起来。韩光君听得认真，时不时插嘴问上几句。画面中，虚幻的魏无羡跟着实体的自己已行至莲花坞的码头，在码头的小贩边上蹲着一个蓬头垢面的人。在场有不少眼尖的已经认出这人是谁了。魏无羡看到温情的那一刻，脸上神色顿时复杂了起来。他本以为这个梦可以一直这样幸福下去，但见到温情，他已经预感到接下来的事了。不容他多做感想，画面一转，便是到了金陵台。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蓝曦臣和蓝忘机穿梭在金星雪浪的花海中。魏无羡刚稳定身形，便听到一道极其熟悉的声音道出这一句令人震惊的话：“兄长，我想带一人回云深不知处，带回去藏起来。”魏无羡瞪大眼睛看向蓝忘机。按理说那时的他和蓝忘机正是水火不容的时候，可蓝忘机却不假思索地对他的兄长脱口说出这样的话。魏无羡顿时心头百感交集，有触动，有遗憾，有无奈，各种情感在他体内横冲直撞，最后都被他压下去，只叹出一句：“蓝湛啊蓝湛，你说你是何必呢？”
这声仿若叹息般的低喃传到结界中蓝忘机的耳朵里，他面上不动声色，心底摇头。为了你，什么都可以。来到斗岩厅，蓝忘机已经入座，虚幻的魏无羡在厅内转来转去，又站回到蓝忘机的身边。金子勋醉醺醺地跑来敬酒，他那自以为豪迈的劲儿，看得魏无羡只想抽他。蓝忘机望着快要端到他嘴边的酒，蹙着眉正要开口，突然一道纤长的黑色身影出现在眼前，将酒接了过去，一饮而尽。几经争吵，魏无羡在得知了温宁的下落后，便如风一般的退了。这次虚幻的魏无羡并没有跟随着一起走。他说的不对吗？魏无羡这才知道，原来当初的蓝忘机就算再怎么斥责自己，但当着外人的面，他还是会维护。画面一转，魏无羡又跟着自己和温情前往穷奇道。温情四处询问，几名督工拔出腰间的烙铁，出声呵斥，直到看到他身旁的魏无羡，才没有制止温情的举动。结界中的众人也看到督工手里拿着和当初岐山温氏一样的烙铁，只是烙铁上的家纹换成了金星雪浪的牡丹纹。金子轩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金灵一瞬间觉得有些丢脸。因为他们是温狗，温狗不是人，所以说杀了他们也不算杀人，是这个意思，对吧？既然你们不肯说，那就让他自己回答好了。接着场面非常血腥，此时的江丰眠非常担心，加上先前书本的内容，他有不好的预感。虚幻的魏无羡站在凄凉的夜雨中，就这么看着场面越来越糟，无动于衷。当然他也无法插手改变什么，不过如果能重来，他还是会救。身后的环境再度变化，魏无羡身处金灵台之上，此时正是子时，本应熟睡的时辰，金灵台上倒是热闹极了。点金阁中大大小小50多位家主依席而坐，首席自然是金光善，前列都是各位家主以及名士一级的人物。江澄满面阴云地坐在前列，听着金光瑶娓娓道来魏无羡的丰功伟绩。昨日背着你就更放肆了，连我根本不把江晚音这个家主放在眼里，这种话都敢说。听他编排得越来越起劲，魏无羡在一旁听得直冒火，他唇角一掀，阴冷的话语自他口中而出：金光善你不错啊，庆幸你早早就死在你儿子手里了吧，不然落在我手上，你也不会太好受。这边他话音刚落，那边一道冷淡的声音便发出：没有，我没听过魏婴说这句话，也没听到他表露半分对江宗主的不敬之意。原来是蓝忘机开口为他辩解。魏无羡心中一动，他缓步向蓝忘机坐的地方走去，行至身侧，他忍不住弯下腰，伸手抚向他的脸庞。魏无羡摸不到实物，只能在蓝忘机脸颊旁的空气中摩挲两下，眸中尽是温情，喃喃道：二哥哥，还是你好。低喃的话语传到结界中蓝忘机的耳朵里，他不禁看着怀中昏迷的魏无羡，在魏无羡熟睡的脸旁边摩挲几下。画面中质疑和逼迫的声音愈来愈激烈，在这片激烈的嘈杂声中，一个小心翼翼的声音插了进来：不是滥杀吧？毕竟事出有因，如果真是那几名督工虐待俘虏，杀害了温宁，这就不叫滥杀，叫报仇。不光画面中的蓝忘激动了，连魏无羡都跟着一动。他很好奇，在这一边倒的质疑声中，有谁敢冒着天下之大不韪站出来为自己说话？他循声望去，眼前一亮，心中感叹：倒是位挺有傲骨的姑娘，当初救她不白救啊！绵绵走后，身旁的蓝忘机居然追了上去。魏无羡刚想要跟上，身体便被一种不知名的拉力拉扯着，让自己再也不能前进半步。耳边继续涌进金光善在江澄身边煽风点火的话语，魏无羡听得火冒三丈，而江澄却死死压抑着。江澄此时才发现，为何当时的他听不出来金光善句句都在挑拨呢？魏无羡若有所思道：难怪江澄上乱葬岗的时候火气那么大，他此时怕是杀了我的心都有了。江澄看着画面不言不语，画面一瞬间转移到了乱葬岗。江澄找到魏无羡的时候，他正在跟温情商量在地里种什么。众人这时才知道，夷陵老祖和温家人在乱葬岗的生活竟是这么单纯。聂明觉惊了，蓝启仁惊了，蓝曦臣则是满脸悲痛地看着。也许此时大家心中都后悔着，但事实已经发生，无法改变什么。虚幻的魏无羡逼不得已跟在江澄和当年的自己身后，他知道接下来要发生什么。他也试过对抗这股力量，要自己脱离这场梦境，可他试了很多法子，
依旧束手无策。他默默地跟在二人身后，听着二人一句一句的寒暄。突然，小阿院不知从哪跑出来，一把抱住了江城的腿。蓝思追忍不住扶额，精灵悠悠道：“思追，那是你吧？是你没错吧？”蓝思追有些脸红，他支吾道：“小阿院被婆婆带走后，魏无羡带着江城进了伏魔洞。好好的一个洞，被魏无羡鼓捣的俨然成了一个猪窝，各种七零八碎的物件，一团团被撕碎的废符篆铺满了洞中的大部分空间。